护从们，随我举杯，开始我们的狂宴吧！自他从影中得到支配的力量之后，时间又过去了数年。前任家主在短时间内将家族壮大，却又因意外骤然离世。瑟利姆继承了家业，但依然没有改变热衷于享乐的性格。比起某家族之主，人们对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加熟悉——假面回廊的宴会女王。忘记恐惧，尽情享乐吧！自你们踏入此地，凡俗的纷扰便已进了棺椁。用你们最客气的舞步，衬托我所赐予的华服，发出最尖锐的欢呼，掩盖黎明的钟声吧！敬瑟利姆大人！觥筹交错，丝竹喧天，自愿成为瑟利姆护从的人们，将假面回廊变成了一座永远不会谢幕的剧场。支配的力量的确非常适合我，有了它，就再也不会缺少玩乐的对象。琥珀街之行虽有遗憾，还是收获更大。父亲大人若还在，真不知会是什么表情。即使出类拔萃，瑟利姆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影的人。在影在逐步增加的年代，有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晦暗的角落，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，家族的前任主人。与瑟利姆掌握支配的力量几乎同一时期，他从另一个角度出手，在未能解明影中奥秘的情况下，尝试利用它所产生的影响和破坏。那个人就像一个敏锐的投机者，没有能力主动操纵市场波动，只能静静等候有利于自己的灾难发生。他用这套手段击垮了其他家族，让自己的家族登峰造极，没想到却也因此和影靠得太近，遭遇意外猝然离世。父亲大人因影而死，留下了长老们各怀鬼胎的烂摊子，而如今这烂摊子却又因影而解决，真是讽刺呢。你说对不对呀，坎贝尔？您说什么，家主大人？自言自语罢了。哼。不久之前，瑟利姆经历了发生在琥珀街的事件，并由此得到启发，将支配的能力转化为了享乐之术，实力大涨。几个位居台前心怀不轨的长老也被他顺势一并废弃。此起彼伏，当年因为贪污事件受罚势力最弱的坎贝尔长老反而成了幸存者。您要求的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还有其他需要，您可以随时吩咐。道具什么的都无所谓，可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？给你一个提示吧，在狂宴上苦着个脸的。抱歉，家主大人，我这就给您来一段。那倒是不用了，你自己玩去吧，本小姐可没空一直盯着老头子，还是去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新客人吧。这是琥珀街事件结束后发生的事啊。这个时候，松雀小姐是不是也已经和他相识了？没错。不过咱也不是每场狂宴都会来参加的，毕竟还得讨生活嘛。你直接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蹭吃蹭喝，我们也不会笑话你，真的。一鼓作气，出发！哎呀，这不是瑟利姆大人吗？很荣幸今天能受到您的邀请，来到贵府品尝这些山珍海味。你谁啊？在下李维，是一名美食作家，近来在廊丘小有些名气。哦，
这么说，我确实给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发过邀请函，请不要在意我的冒犯哦，李维先生。不会，在下自知声名尚浅，被您忽视也是人之常情，不如说理所当然。这人怎么回事？方才在下已经饱尝宴席上的佳肴，可谓是盘盘珍馐，令人击节。在下诚心诚意的感谢您为我们提供如此盛宴。只是，在下听闻，在您的狂宴之上，还留有更加美味的隐藏绝味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正是为此而来。你不妨把话说明白些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，纯属浪费时间。请原谅，在下的意思是，听说在狂宴上，人们可以尽情放纵，行极致享乐之事。你想玩，自己去玩不就好了？在下毕竟是公众人物，也不太了解何为您欣赏的享乐与刺激。哦，原来是放不开架子的客人啊。那你不妨，戴上这副只有傻瓜才看不见的面具吧。司令姆大人，您这是要带在下去哪儿啊？带你认识些新朋友。朋友？在下可是瞒着所有朋友来这里的呀。所以不是说了带你认识新朋友吗？不，还是算了。在下……哦，我认得您，您就是作家李维老师吧？没想到能在现实中见到您这样的上流人士，实在是太荣幸了。谢谢您，但还希望您不要到处声张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挺光荣的吗？李维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在这里打杂的露西，如果您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吩咐我。这位可是个知识分子，听说在研究什么影的我对他的项目很感兴趣呢。影？该不会是那种能刺激人神经、激发人恐惧的影吧？是的。哎呀，在下对此非常有兴趣，能拜托这位小姐详细的描述一下吗？萍水相逢的三人聚在一起，就这样激烈的聊了起来。学生需要赞助，爆发户想结识名流，名作家渴求禁忌的知识。俗人的愿望说到底也是大同小异的，所以你们才很容易被支配，对吧？虽然目的上是为了支配他们，但结果上也把每个人的需求都解决了呢。瑟利姆还真是个奇妙的人，对他来说大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吧。抓住了目标的需求，也就抓住了目标的软肋。在我们知道的琥珀街事件里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不过总觉得这次宴会上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段故事应该还有后半程。一鼓作气，出发！哦，您一定就是大名鼎鼎的瑟利姆大人了吧？久闻您的大名，今天终于有机会一见，您真是如传闻中一样美丽。你也如刻板印象一般油腻。先生，我给你发过邀请函吗？不，当然没有。我确实没有机会被您认识，请原谅我的冒昧。我的名字是皮特罗，是一个商人。不能说的生意。是的，不太光彩的生意。日子越来越不太平，使得某些需求激增。用大家的话来说，我是一个暴发户，除了钱一无所有。不过请您放心，我绝非无礼之徒。我这个人最向往的就是像您这样出身显赫的贵族。我对您和您所处的上流圈层非常感兴趣，只要您不嫌弃我这样的草民。如果说我会嫌弃你，那一定不是由于你的出身，更可能是因为你的礼仪，皮特罗先生。至少希望你下次和人搭话之前
可以处理一下烟草的味道。什么？很抱歉，我确实没有注意到。那么现在该注意到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对宾客失礼，即使是不请自来的宾客。等你处理完身上的气味后，喷点香水吧，让我的下人们好好指导一下你什么叫贵族礼仪。哎呦，太感谢您了，司令姆大人。用了您这套贵族礼仪后，我感觉跟大家交流都有底气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已经和每个侍者都说上话了，小费也发出去不少。礼仪可不是靠香水喷出来的，你还是慢慢理解去吧。下次再有失礼的举动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哦。一定的，真心感谢您，司令姆大人。那边那个没见过的面孔呢，第一次来。你好，请问是司令姆大人吗？我叫露西，是来自欧夏的大学生。哎呀，大学生可不太适合这种堕落的场合呢。还是说你做好心理准备了？我看上去不像呢。你身上这件麻袋虽然打理的还行，但未免朴素过头了。把你丢到人堆里，不出10秒钟就找不着了吧？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穷学生，怎么会想到大老远从欧夏跑来我这里呢？其实我是为了完成课题才……我在学校里研究的课题是关于隐在能源转化的可行性研究，所以经常在这附近考察，也听说过您的事情。据说您能掌握影的力量，所以我就……影的力量我是有呢。然后呢？就是能不能求您行行好，给我一个见识影的机会？那么你能给我什么呢？说来惭愧，为了考察我省吃俭用，已经把存款全都用光了。你觉得我会缺钱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您让你猜我的心思，对你来说是太难了。好吧，让我想想，我记得最近刚好缺个打杂的，不如你就留下给我打杂吧。不喜欢干粗活？现在你可没得挑哦。不，怎么会？我本来也无处可去，竟然还能有机会留在这里。我也无所谓你留还是不留，只要记得效忠于我，干好自己的活，剩下的随便你。一定，我愿意效忠于你，司令姆大人。大家要跟上啊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宴会场上，瑟利姆突然爆发出尖声质问，一时引得附近的宾客侧目。抱歉，家主大人，还请您不要太吃惊。要是引起客人们的骚动，可有损您的颜面。你说，举办宴会的经费用尽了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，这句话的意思足够明了，家主大人。自从琥珀街的事情结束后，您的宴会规模越来越大，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钱。不巧的是，负责几样重大产业的长老也都在那段时间里被您裁撤。我非常支持您的决定，也很感谢您的信任，能让我接管大部分的产业。只是您从不过问生意，我一个人实在是有些独木难支啊。虽然对不起诸位客人，我担心此后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这类宴会，节省一下开支。事实上，今天的流动资金已经……你以为我真的不清楚那些生意？坎贝尔不置可否地眨了眨眼。斯利姆知道，这是人没有感到恐惧的表现。
他在说谎，家族绝没有陷入财政危机。但是他又敢说这个谎。裁撤其他长老后，坎贝尔趁机独揽了大权。他装出忠心顺从的样子，心里却没有忘记对瑟利姆的仇怨。他只待一个时机，要让瑟利姆失去全部的威望。恍惚间，瑟利姆回忆起了自己得到支配之力的那天。去你该去的地方，不要插手自己职权范围外的事情。我本以为你到了这个年纪，已经不用由我来重复家训了。也许父亲那是对各长老的纵容，也是对家族势力的一种平衡。一位那时已经在暗中研究影的家主，不可能真的如此昏聩。我在支配下属这方面还不如父亲吗？不对，论支配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瑟利姆大人，非常感谢您能收留我在这儿。客套话就免了。你是研究能源的学生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具体来说是关于影灾能源转化的可行性研究。如果我有影的力量，你能让这里的灯亮起来吗？这理论上已经验证可行了，但是我还从没做过实验。第一次实验就在这里做吧。你是我的护从，给我表演点娱性节目也是分内之事。我明白了。大家要跟上啊！你好，瑟利姆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只是想问问你，见识了想象中的上流社会，你是否满意？当然，实在太满意了，我对您感激不尽呐，瑟利姆大人。那么，你想让更多人见识一下它吗？您的意思是？仅此一日，我特别允许你把自己的下属们带进会场，让他们也了解一下上流社会的氛围。今后，你也可以让他们效仿哦。真的吗？瑟利姆大人，您对我真是……没用的话就别说了，快去办吧。照办，照办。一鼓作气，出发！这怎么会这样？会场断电，仆人反水，瑟利姆在贵族之间颜面扫地，失去威望。护从们不再畏惧他，终于连支配的力量也离他而去。在坎贝尔的计划中，一切本该如此，然而狂宴完全没有因他的小动作而终止。突然更替的仆人和菜肴，以及瑟利姆重新点灯的小表演，甚至让宴会的气氛更加高涨。为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啊，坎贝尔，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当不了我的对手。坎贝尔后退了一步，紧接着他想起来了，影的力量来自于恐惧。我不能恐惧他，我不能被支配。瑟利姆，你就算要恐惧，我也不会恐惧你。坎贝尔身后的影子突然被拉长，如活物般蠕动。我早就学习过了，本打算作为最终手段。我的恐惧，哎，你们看，那个老头子背后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戏法？和传闻中的影有点像哎。真是丑陋。你该不会以为自己也有操纵恐惧的才能吧？不是以为，你看，这不是要成功了吗？等着吧。
我的影，我的怪物，会摧毁你的狂焰。真的？你要不再仔细看看？这是……你做了什么？你说你学习了影的知识，是不是学的有点太不认真了呀？既然影来自于人的恐惧，那么在我的狂焰会场里，你一个人的恐惧又有什么用呢？是瑟利姆大人，瑟利姆大人在操纵我们的影。一切都是瑟利姆大人准备的表演吗？我们的影也在起舞呢。除了你以外，这里全都是我的护从，所有人的恐惧都是我的，包括你自己，马上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不是吗？瞧，你已经控制不住你的恐惧喽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我吧，然后随诸君一起欢送我的名字。敬瑟利姆大人。看来这一阶段的回忆终于完整了。没想到关于一个宴会，他记了这么多，说实话，看着还挺累人的。这就是瑟利姆彻底支配家族的经过啊！哎，最后出现的那个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做的围棋？收集众人的影，然后用它转化成别的东西，原理上是有点像了。不过咱估计瑟利姆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本质是什么，但他之后应该有利用这个新发现的特性。一是因为围棋后来也不是秘密了，二是从结果来说，有段时间他的狂焰一下子就变得比之前还阔绰了许多，不仅阻碍他的人都消失了，而且他又进一步领悟了自己的力量。哎，喜事连连，一帆风顺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好啦，咱们继续前进吧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瑟利姆沉睡的地方离这里应该也不远了。